太好了，阿平新房的牆壁終於完工了。阿平還為這個新房做了一個門和一扇窗戶，再也不用睡在四面通風的房間裡面了。付出總會有收穫，阿平的生活也在慢慢變好。家裡忙完後，阿平又跑到森林裡摘果子。大家看看，这到底是什麼水果呢？個頭雖然不大，吃起來卻乾脆爽口。阿平今天就指望這個水果來賺錢了。當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照進阿平的新房，阿平早早的起床就開始忙碌起來了。他今天上午必須要完成新房牆壁的搭建，下午就能騰出手來去摘些水果來賣，盡快為未出生的寶寶多做點事，增添一份安全與溫馨。只見阿平拿起工具，熟練的將竹片劈成一片一片細條。阿平全神貫注地編織起來剩下的竹牆。這次要編織的是房子正中間那扇至關重要的門。經過多次的編織，此時他的手法也愈發嫻熟。只見他的手指非常靈活，不一會兒，一扇精緻的門便在他手中誕生了。緊接着，阿平費力地搬動起這扇門，把這門安裝到早已準備好的新房柱子上，然後拿起竹繩，仔細地將其綁緊紮牢。安裝完畢後，阿平還不忘親自測試一番。他輕輕一推門，吱呀一聲緩緩打開，又輕輕一拉門，穩穩地合上了。開合之間順暢無比，阿平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然而阿平並沒有停下腳步，緊接着又馬不停蹄地開始編織門旁邊的一堵牆。為了搭建這個新房子，阿平這些日子吃盡了苦頭。他每天不是在勞作，就是在前往勞作的路上。對於一位普通孕婦來說，養胎才是首要任務。可阿平卻不得不承受着遠超常人的艱辛。他心中只有一個堅定的信念，那就是為自己和腹中尚未出世的寶寶打造一個遮風擋雨的避風港。他的這份堅持不僅展現了他堅韌不拔的毅力，更體現了他對未來美好生活的無限向往。沒過多久，在阿平的不懈努力下，門前的部分終於大功告成。阿平僅僅用了2-3天的時間，就奇蹟般地將新房子搭建得有模有樣。這對阿平來說簡直太了不起了。但阿平顧不上休息，立刻又拿起工具，在門前打掃起衛生，保持院子裡的清潔。然而地上的那些雜物和落葉，阿平也不捨得丟棄。他覺得這些可都是上好的柴火，在未來的日子裡很可能會派上大用場。打掃完衛生，阿平稍作整理，便背起箩筐踏上新征程。他一路翻山越嶺，爬山涉水，好像永遠都不知疲倦。終於在山林的深處，阿平發現了一棵小小的野果樹，樹上掛滿了紅彤彤的野果，在陽光的照耀下顯得格外誘人。此時的阿平早已口乾舌燥，他迫不及待地摘下一些野果放入口中，看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，想必這野果的味道一定十分鮮美。離開野果樹後，阿平繼續向前，尋找着不遠處一棵掛滿果子的大樹，吸引了他的目光。這棵樹上的果子長得十分奇特。屏幕前的小夥伴們，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果子嗎？阿平此時顧不上那麼多了，看到果子他二話不說，立刻動手採摘起來。他心裡清楚，這些果子就是他改善生活的希望。採摘的越多，就能在集市上換來更多的錢，就能緩解自己目前窮困潦倒的生活。這果子的生長方式也很特別，它們並非長在樹梢枝頭上，而是生長在密密麻麻的簇擁在樹幹上。估計我們這邊很多人都沒見過，更別說品嘗了。阿平在樹下斷斷續續忙碌了半個小時，此時箩筐裡漸漸裝了不少森林果子了。他用柴刀削開一個果子，然後把它切成薄片，隨後迫不及待地放入口中品嘗起來。那鮮嫩多汁的果肉瞬間讓阿平感到一陣清爽。吃完一個果子後，阿平收拾好工具，接着費力地將沉甸甸的箩筐背在肩上，準備前往附近的集市售賣這些果子。他深知這些果子是他生活的重要依靠。阿平就這樣一步一步沿着蜿蜒的山路向着遠方走去。走了很久很久，阿平終於來到了馬路邊。他找了一個還是很顯眼的位置，小心翼翼地将果子擺出來，期待着能有路人光顧，希望阿平今天的果子能大賣，晚上就能回去好好犒勞一下自己。